54支 reels， 然后14支影片 ，I mean 还不错。总结有很多词啊 ，summary、overall、recap、final。但我作为一个电影学生来说，我最喜欢总结的词就是 It's a wrap， 可以吗？保头一条 ，Give me a minute。OK。OK， 没问题啊，不用改了，对吧 ？OK， Rap for 2025 Scene 1 Shot 1 Take 1。今年年头加入了一个留学生的组织的一个活动，然后听起来很酷嘛，就宣传部，但 actually 就是实际的体验就是像这团子一样没有去到他该去的地方。组织的主题是很好，没有错，但就是我本身作为工作人员的一部分，体验感是略低的。然后我在年末的时候，我也参与了一个北京电影学院学生组织的一个影展活动，因为我本来是申请的接待团队，对，但是后来他把我调到 AI 的那个单元去了。因为说实话，我没怎么接触过 AI， 但是我今年所接收到的东西都跟 AI 有关，就是包括一些剪辑的项目，然后甚至是 AI 的一些影展，就有很多 hint， 然后就跟你说，这东西你该去做一下，不然你跟不上。因为我身边有太多的人，就是对 AI 有非常感兴趣的一部分人，当然有非常 anti AI 的一部分人。在我实际上接触了 AI 的一些生成项目之后，我发现到我的一些动画专业的朋友，他们所担心的东西是没必要的，因为我不是这样，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类他作为一个有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结合体是这样的。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就是那时候我们玩一个游戏，就是有3个人，就我跟另外2个朋友，然后一个是动画专业的，一个是广编专业的，我们就说给彼此画一个 animation character。在我说完我自己的需求之后呢，那个我动画的朋友他就画出来了一个我的这个形象的 character。然后我突然发现，你不需要 worry 你之后的一些就业情况跟发展，因为他在画我的时候是包括了他对我的情绪记忆，所以就是我们的那一个线是 align 在一起的。我就说 sister， 你要不要处理名款？因为我看见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情绪记忆的叠加品，这是我觉得他不需要去担心他之后工作发展的事情。AI 的确它进步非常快，这我无可否认，但是我觉得人类所拥有的情感记忆和超出现实空间甚至是潜意识空间的塑造是无限的，你觉得呢？索尼耳机是新世界啊，就是当你一开启那个降噪世界，就会变得非常的亲近。所谓拥有了就祛魅了 ，AI 是这样。我觉得我这个索尼耳机也是，这索尼耳机是我今年年头刚新买的。我会在什么时候用它吗？健身房、煮饭、学习，还有啥？走路、骑行。骑行有点不太好，骑行还是不要带。然后你会对声音，就周围的声音分贝就非常的敏感。就一旦拿了下来过后，你会对周边的声音就非常的敏感到有时候一个人的分贝略高了一点，都可能会让你对他产生一些偏见。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叫做前世魔鬼这个东西，就是我有一个剪辑的活，就价格还挺不错的，但剪辑的内容呢，就是我开始到后面几个小时过后，我就发现不太一样，就它也是有关 AI 生成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不太喜欢这个形式 ，and then 也继而发现了钱的确是一个推动力 for 就拿钱干活，仅此没多的了。就是你会发现到，当你非常不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比你更早注意到，就是你有点坐立难安，然后你会开始一系列的
你真的坐不住，然后你会开始抖腿啊，你会自言自语，你会自我洗脑。我觉得我体验到的就是，我不是不喜欢剪辑，我只是不喜欢剪这个形式的片子，但不代表我不喜欢剪其他形式的片子。就是你解锁了自己非常不喜欢的东西。Yeah, sure. 你要吗？你要吗？When I completely with my own. I mean,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听起来非常的自大，非常的资本家。That's true. 就是，那就尽量不要让问题发生呗。I know 一个。这个时候就会让你发现你平常发现不了的东西。就上次我在澳洲嘛，就那个波士那边，然后不是那个巴士拒载嘛，就巴士它没有停车，然后我就得打车打 Uber 去那个 tour 那边打车 ，which 我有这笔钱，然后当时我也急需要这一个解决方法，我只能用这个解决方法去达到我要做的东西，所以我就用了，我总不能错过这个 tour 吧。我觉得心态是觉察，就问题还是要解决。哦，而且你会发现，你会为了一个东西，我会为了我想要去看海，然后我就买一个 apple pie， 然后再买一个 matcha latte， 然后我坐那个火车加 bus， 我去到海边那边，差不多整个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然后我去到海边那边，我只是为了看日落，仅此而已。哦，话说，如果你是第一次到北京的话，你也可以去看海啊，在那个。青岛应该也不远，秦皇岛火车也就2个小时，能去看海。对，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一下。对，之前有一个那个编导，他问我你为什么这么喜欢旅行？我说挑战自我。他说每个人的想法就是想要去看世界嘛。我说看世界是其中一个，但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想要在旅程当中看看自己怎么去解决问题，怎么去应对这些变化。就谁能想到我那时在香港的时候，我一天可以走25000步？谁能想到？就是现在吗？可以啊，要不今天让它到1000步，我走一下。这个吗？这个是我借我朋友的一本书，叫做《也许你该找个人聊聊》，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心理咨询师，一个美国心理咨询师 Laurie Gottard 他出版那本书。然后你有兴趣的话，我可以借你，就待会儿呀。今年嘛 ，boundary 边界。那首先我是一个非常喜欢交朋友的人，然后但是我又很喜欢从朋友群当中去找一些心动的对象，就是一些我很喜欢朋友变恋人的这个想法跟行为，没有对错之分啊，就是一个个人偏好。命理学的朋友说，我的伴侣会在我的朋友圈、社交圈当中找到。听着很废啊，我没错，我当时听着挺废的。就是谁的恋人不会是从朋友圈当中找到的呢？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Yeah, I meet you at 5 p.m. Sure, no problem. 抱歉啊，因为今天我要送我的朋友出国，他待会儿就是要去机场了，所以我5点要出门，现在是4点半。OK， 那我们还有20分钟，我们速战速决。OK。因为我这个朋友是他今年要去新西兰念书，然后我们打算给他一个惊喜，因为本来说只有我去，但后来另外2个朋友他们也是有去，但是我们没有跟那个出国的朋友说他们2个有去，所以 it's a surprise. I want to give my friend a surprise for that. 这也是我今年学会就是来去付出吧，就是付出我自己珍贵的东西。我珍贵的东西就是时间。I mean, like time is really expensive in these days. 刚刚说完了。社交，对，我 set boundary 不是给别人，是给自己，就是一个 mental guide to guide myself to others， 就是来，如果当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行为，我去做了一些制止的动作或者一些调整之后，我得到的 reaction 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会怎么做？
是去给我自己设的。打个比方，我以前觉得抽烟等于人品有问题。首先，烟这个物质对人体是有危害的，但不代表每个人不能抽，对吧？不然它也不会生产出来，因为有需求就会有供应。And then 有些人真的是需要它，来做一些提神或放松的一个动作，所以我觉得也没问题。就如果我非常介意的话，我就会站远点啊，毕竟尼古丁这个东西比亲戚关系简单多了。新年不是要到了嘛，如果实在受不了，外面抽2根。应该 OK 了。因为我为什么会喜欢我这个心理咨询师的这本书，是因为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每个 relationship，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关系都好，你会有一个 dynamic， 然后你需要在 cement 干之前，你去 set 好这个基调长什么样，你不可以等这个 cement 干了，然后你要再去动它，你会很难。丑话放在前面说嘛，我承认我容易心动啊，但这不代表我滥情，对吧？或许这只是代表我对于心动的感知能力比较敏感 ，probably， yeah。就在我今年遇到的所有好感人里面啊，我应该是说观察期间拉的比较长，然后就会一直去想 how to be single 这东西，因为当代我现在听到有2种声音，就是你在一个 partnership 里面你会被损，你在一个新的状态里面你又会被损，所以这2个东西到底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错呢？好像没有一个结果之分哦。我个人觉得我还是比较想进入一个 partnership 的一个状态。当你在 partnership 里面的时候，你会展现出一些你不会对外人展示的东西，比如说脆弱这个东西。我觉得每个人内心还是一个小孩的状态，然后小孩会有vulnerable 的时候，所以我也特别希望我自己有一个很健康的 partnership，cause I really want it。就算 relationship 它里面有非常多很复杂的东西，因为一段关系它不只是甜嘛，它会有酸甜苦辣种种东西去结合起来，这是感情的一部分。争执、吵架、解决、和好。Like you need to work it every day， 就是一段关系你不可能什么都不 work， 不是那种2个拼图，一个人是拼否另一个人。我觉得就是你怎么去 start a relationship， 然后怎么去 end 一个 relationship， 它是其他东西都不会教你的。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好奇的东西。当然也是有人说你只是不够忙，你忙了之后你就不会去想你这个感情东西了。我说有可能啊，但我承认我很渴望有一段健康的感情，这是我非常渴望的东西。但这种东西越长大之后，你就知道它可遇不可求。就 It's really hard to find someone who also interests on you and willing to build something with you. It's really hard. 就我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恋恋笔记本》，是那个 Ryan Gosling 演的。然后它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的深刻，就是Well, that's what we do. We fight. So it's not going to be easy. It's going to be really hard. And we're going to have to work at this every day, but I want to do that because I want you. I want all of you forever. 虽然听着非常感人，但它的确是事实。就是在一段感情当中，你会有争吵，你会有吵架，但是你非常的想要跟这个人一起走下去，所以你们不断的去磨。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得的部分，去找到一个跟你愿意一起磨合下去的人有点难。首先男主的性格有点偏执，我有点不太喜欢，说真的。但是这也非常好的映照了当代的感情状态，就是 How many of us really willing to work for a relationship? It's really hard, and you need to put effort into it. 所以才真的明白，就是爱情是勇敢者的游戏，胆小者有时候拥有不来。不是看了最近那个 Avatar 吗？ Avatar 2 Way of Water， 最近那个 Fire and Ash 不是上映了吗？所以我就去补看了那个水之道当中的那个2儿子，他遇到了一个叫 Tukun， 他是那个被 left out 的人，然后他把他其他的一些伙伴都杀害了，但其实不是，所以我觉得他们2个的关系有点像是奇葩当中找到了对方。我觉得这是每个人在现代的世界当中想要寻找的一段感情吧，2个奇葩找到了彼此。那本书也真的挺好的，就是他说过 People always marry to unfinished business， 就是未解决的课题，然后非常让我想要马上去把我的 trauma 就全部给整理一下，就是所谓的 shadow work 给弄一下，不然非常的进入一段关系当中可能会不太健康。如果不去处理的话，它会trigger到你非常多的东西。You mean like shadow work?
就是影子工作嘛，适配一下。I told you to meet at 5 p.m. 不好意思要不我之后单独给你发一个视频，就是还有作业道问题，对吧？我单独再给你发一个视频吧。我时间有点赶，就你把作业道问题给我，我录了之后我再发给你。Okay, so finish today. Thank you very much. Yeah, bye. Okay. So 你要说有也是有，因为今年去那个香港迪士尼乐园，最后那个烟火大会，我觉得我赌对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迪士尼很多的片子都挺多争议的，它的受众是很合家欢，没错，就是它的受众覆盖率很广。就尤其很像 Coco 这部片子，它的一些跨文化加一些世俗价值的这种结合体，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自从我念了电影制片市场过后，我觉得电影真是一个造梦的地方。就我本身在北京留学，就在大城市的去留，然后又有一些实习，自己产生了一些从众的心理，然后就有时候非常焦虑。但也有一个senior跟我说过，只有在你最熟悉的地方才能复刻那边的记忆，因为某些地方的记忆是藏在潜意识的情绪里面的。或许留学之后会回马来西亚吧，不知道。其实我觉得东南亚的这片土地还有很多未发掘的故事，就 Asian 的这个地区哦。其实今年我没有做到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我没有拿到很多的奖项，我也没有达到1000个 subscribers， 我也没有赚到紧急预备金。但我觉得我学会一个东西，就是我停止背叛了自己的感受，这是我学到最多的。就我不喜欢剪辑，我不喜欢某类的剪辑，我去承认他的痛苦；我不喜欢的关系，我去划清他的界限；我喜欢的人，我承认我自己的确心动了。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不错的 rap。I didn't build anything impressive, but I'm stop betraying myself. It's actually true. I think that's a wrap for my 2025. Everything feels stranger again, and everything is end of the beginning. We shall see each other at 2026.